亲爱的灵魂家人，时间过得好快，马上就进入到2025年了。在2025年，谁会出现来宠爱自己呢？他是怎样的外貌、性格特质？你们会在什么地方相遇？会产生怎样的感情？对方和你有怎样的一个缘分呢？可以持久吗？还是短暂的烟火？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保持着好奇之心，保持着期待之心来聆听今天的占卜讯息吧。那目前呢，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我们要从其中一组选择进行聆听。最左边的是第一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首先来跟我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集中我们的能量进行牌组选择。请闭上眼睛，深呼吸，把我们的肩膀下沉，腰背挺直，大口吸气，大口吐气，完全的放轻松，什么都不想，把专注度放在呼吸上，放在眉心之间。吸气，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2025年谁将来宠爱我呢？感谢你的指引，我是幸福的，我将充满期待。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讯息了。接收讯息之前，公屏打出来，接收幸福。2025，自己是美好的，是快乐的，是拥有最棒的生活的，会很好的享受2025。留下这样的字样，可以吸收视频的能量，也可以显化宇宙给你的幸福，给自己幸福加持，好运加持。留言好之后，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牌卡解读了。希望大家2025年在地球玩得愉快，可以很好的享受自己的生命。好，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我可以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我们来接受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呢，在2025年，你会遇见一位像权杖女王一样很有能量、自信、充满活力的人。这个人呢，做事非常的果断，而且高效率，喜欢以自己的方式去主导生活，很有感染能力。他的能量呢，他的领导力都是比较强的，而且他的这种笑容非常的灿烂哦，可以给周围的人激励，也可以给一定的影响力。他往往是朋友中最有主见、最能提出好 idea、好点子的人。他喜欢热闹，喜欢有激情的生活，但也有自己非常温柔的一面。对于爱情呢，他的观念是既要心动，也要实际，不要只是童话故事，做一些白日梦，充满幻想。他会在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就主动追求出击的，而且他希望爱情里面是有足够多的激情，两个人呢是可以共同去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挑战，是可以达到很合拍、很合作、很团结的一种状态的。这个人他实际心智算是比较成熟的。那你们相遇，你们是怎样的一个感情的经历故事呢？其实在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没有那种一见倾心、一见钟情的火花哦，但是会留下很好的一个印象。虽然并不是很来电的感觉，但会觉得这个人还是不错，还是比较欣赏的。其中一个人呢，可能喜欢另外一个人更多一些，说不定是权杖女王更多的喜欢你，但是对你的邀约，也许你并不是很热情，感觉你有一些心不在焉。可能当时呢，你在忙于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自己的工作事业，也可能你还在当下没想要投入太多的时间精力脱单。也许这个人并不是你理想中的恋人，也可能那个阶段呢，
你对新恋情啊，还是有一些抗拒的，你会觉得两个人之间呢，还是有一些距离的，但没有关系。他呢，是在喜欢你之后，想跟你有更多的一些互动。虽然你对他有拒绝过几次，但是他不会轻易的放弃哦。他会认真的去思考如何让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的近距离，所以他会去投其所好，可能开始主动的约你见面啦，一起喝咖啡啦，散步啦，哪里有好吃的带你去吃好吃的，哪里有一些有趣的活动呢，邀请你去参加，比如说户外活动或者是一些艺术展览，他都会希望你可以给他更多的一些机会，了解他，去熟悉他，在被他的真心打动之后，逐渐的你对他刮目相看了，你会看到他身上很多的一些优点，看到他的坚持不懈，看到他的真心。虽然心里面呢，你仍然还是有一些保留的，但是也会打开心房，慢慢的去接受他，慢慢的去审视这段关系的可能性。权杖王牌呢，标志着一次重要的突破，可能通过某一个特别的举动，它彻底了打动你的心，你愿意跟他试一试，展开一些激情。也许他不需要你任何的一些承诺，他只是希望你在不开心的时候，想要有人陪伴的时候，或者是在你想要玩乐的时候，给他打一个电话，他就马上出现在你的面前。或者是当你在遇到某一个麻烦的时候呢，他会尽自己全心全意的去帮助于你，让你看到这个人身上的优质，这个人靠谱，对你很认真的那一面。然后呢，你想那就试一试吧，反正你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损失。在更多的互动之后，你会看到他的小心翼翼，你会看到他给你带来的这种阳光，让你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温暖。随着他的坚持，你被他的真心所感动了。我们这边出现愚人这张牌卡其实最终被他感动的还是你们之间的化学反应。你们之间的互动呢，不仅仅是单纯的友谊了，而多了一些暧昧的火花，多了一些调情，多了一些身体上面的诱惑。在经历了爱之后，你突然觉得，这个人还是蛮不错的，因为他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欲望，满足你所有的要求。在你的身体欢愉上面呢，他会给到你最棒的一种体验。所以那就跟他去尝试建立一下长久的未来吧。那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呢，你们就像是那种缓缓燃烧的蜡烛，火焰越来越明亮，温度越来越高，同时呢，它会开始给你很多的安全感，很多的吸引力。所以这份感情是一个人权杖女王先喜欢你，先追求你，然后你慢慢打开去接受到他的这个经历，就是从冷淡到热烈的情感变化，最终你们的关系步入到了正轨，你愿意接受他，你愿意开始跟他谈恋爱了。你们的爱情呢，其实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轻松愉快的，因为对于你来说，你对他没有太多的一些期待，太多的一些要求，都是他给到你很多活力，给到你很多的热情，他会更多的尊重你的想法，你的节奏，他也会随着你的步调去做一定的让步，去做一定的妥协，而且他的这种真诚和坚持，让你感觉得到很强的一种满足感。这段感情的旅程呢，就像是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成长，让你有很多不同面向的满足。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宇宙还会给你怎样的一个讯息。好，你们之间呢，确实开始并不是那一种轰轰烈烈的
而是从友谊之中慢慢的萌发的感情。他对你是有很强烈的好感，然后开始主动的追求你。你在2025年的人气呢还是比较高的，喜欢你的人还是会不少哦。所以他最先是通过一些小的心机成为了你的好朋友，跟你一起去参加户外活动，分享生活中的点滴呀。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里面，拉近了你们彼此的距离，而且他很想倾听你的话语，你的每一个朋友圈他都留言，他尽可能的会点赞，他都在观察你。在这份感情里面呢，可能最初你还是有一些不安全感的，会觉得这个人的磁场比较强，也许没有办法跟他建立很稳定的关系，或者是他有时候让你看到他并不是很靠谱的那一面，并不是很好掌控的那一面。也许在朋友聚会里面，那他是闪耀着比较强烈的一个光芒的，所以你会觉得，也许你们不在同一个频率上。如果要跟他进入到保守的感情里面，可能自己会被玩耍，或者是可能自己会被受到伤害。总之呢，会出现一些怀疑，会出现一些不安，但是又在命定的缘分之下，你愿意慢慢敞开心扉，接受他对你的爱，你会更加的理智和冷静，不会太过于的情绪化，对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产生一些质疑。所以两个人其实在很多的这种沟通互动之中呢，也慢慢去学会互相的支持啦，互相的包容，让这份关系变得更加的成熟。因为你也会给他讲你自己心里面的一些疑虑，害怕只是短暂的一些激情，但是他会让你看到他的坚持，他的温暖，他的真心，他会很细腻的给到你体贴跟陪伴。在跟你认识熟悉之后，他会让你看到他的分寸，会给到你足够的安全感的。其实这个人呢，还是很有魅力的。你最初以为他只是玩爱情游戏，只是短暂的一些激情，但是在更多的他持之以恒的坚持之下，你会看到他对你的珍惜，他对你的真心是很有这种谨慎宠爱的态度的。蛮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那到底他是怎样的外貌性格特质呢？好，首先他的星座很可能是双子座、摩羯座、狮子座、天秤座，或者是金牛座，也有可能他的月亮、太阳上升星座是在狮子座、摩羯座、双子座、天秤座、金牛座。这个人呢，他的个性复杂，但是又非常的迷人，充满着魅力。他有双子座很强的沟通能力，他非常擅长去表达自己，喜欢用语言来展现自己的魅力呀，来获得别人的好感啊。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他也很懂得如何让别人觉得舒服，如何让别人觉得认可。无论是朋友还是恋人，他都可以通过一些有趣的话题去达到聊天比较畅通，不会出现无话可讲、陌生、尴尬的情况。而且这个人呢，他总是会有很多新的想法，会有一些新的兴趣爱好，或者是发现一些新的美好的事情，让人感觉他不会无聊，总是有新的话题，或者是总是给到你一些新的讯息。
另外，他也有摩羯座的领导能力，这个人目标非常的明确，而且很有责任感，喜欢掌控局面。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呢，他会冷静和理智的去解决，所以他的性格看起来非常的独立，而且也很可靠，是很有能力、很有能量的人。在感情里面，他其实是比较严谨的。虽然可以看到他跟周围的朋友啊，大家都是嬉笑打闹的，好像非常欢快轻松的状态，有时候呢也会开一些玩笑，但是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他是会给到很真实，没有欺骗，没有做作，没有乱开玩笑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他很分人。另外呢，他有双子座的好玩性格，喜欢享受生活中的美好，喜欢去玩乐，喜欢参加聚会啦，或者是旅行啦，或者是各种集体活动。他是有比较强的感染能力的，而且自尊心很强。他很懂得赞美别人，当然也很希望得到你的认可和赞美。如果感受到被你忽视的话呢，他就会表现出不安，甚至有时候可能会表现出一些小骄傲。你不理我，那我也不理你了。我又不是缺恋人、缺追求者的，所以会有这些一些小的动作，但是蛮有趣的。这些小动作呢，都会被你看到眼里，知道他的一些小心思啦。所以在进入到恋情之后呢，你会给他更多的一些赞美。两个人其实在感情上面是非常合拍的，在一起时间久了之后呢，就会更加的去懂得守护对方。他也有天秤座追求和谐、美感的这种性格特质，为了爱愿意去妥协，愿意去付出。其实，在你们刚刚认识的时候，他可能会反复的去衡量思考你们的关系是否是值得去追求、值得进一步发展的。他还是有一段时间犹豫不决，因为他要去做更多的一些思考跟平衡，但确实内心对你的喜欢是非常强烈的，而且看到呢，你在朋友圈啊，或者是你的这种社交环境里面，也算是比较单纯的，在感情里也不是一个玩爱情游戏的人，所以他喜欢你身上的一些品质。他很尊重你对于爱情的高要求、高标准，他自己也是有高要求、高标准的，但是你就符合他的理想恋人情况，所以即使会被你拒绝，那他先去追求，先去坚持打动你的心再说，他会在这份感情里面更加的主动。好，他也有金牛座的自我价值能量，很注重生活的品质，无论是感情还是生活，他都可以希望大家呢可以一起去努力，打造实际意义的感情。对方就是你，最好是漂亮的、帅气的，那很有品味的，而且你们之间呢是可以互相给到对方很强烈的价值，让对方变得更美好。对方有让彼此要么就是可以拓展人脉，要么就是大家思想智力上面可以互相的刺激，可以变得更加的聪明。总之，他不会是随随便便就谈恋爱的，他还是确实遇到了你，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自我价值观的人。除此之外呢，他也有一定的情商，他很懂得处理人际关系，总是给人一种好像去到哪里都很融入到那个生活圈、那种环境里面的这种状态，跟谁呢都可以打成一片。你会觉得这个人他是在精神上面比较有文化、比较有见识的，那么在物质上面呢，金钱上面也是很懂得赚钱，
很懂得可能节约啦，或者是理财啦这方面的，是有一定的物质条件的。而且你觉得他是那种好像平时朋友很多，经常去参加一些玩乐聚会，但是又会认真考虑感情未来的人，所以还算是松弛有度的。最刚开始还是对他有一定的偏见，觉得这么闪耀光芒的人，又喜欢去参加派对的人，怎么可能只留念专一专注在一个人身上？但是在更多的接触之后呢，确实看到他蛮不一样，没有那种太多复杂的情感状态。单身的时候他玩可以，但是他不会乱玩，不会乱去玩爱情游戏。而且他的外貌会给人一种很阳光健康的感觉，整体呢是充满活力，然后又自然舒服的。他个子算比较高的，就是标准身高偏高，身上呢是有一点肉肉的，但是这种肉呢不是那一种很松垮的状态，而是很紧实、很有力的，像是经常去锻炼，所以保持着一种比较结实的身材。它的体型让人看起来是有一定的力量感的，而且它的笑容特别的灿烂。我们这边出现太阳这张牌卡，可以看到属于那种一笑起来呢，就充满了很强的感染力，就可以让周围的人驱散阴霾。他的五官呢，非常的端正精致，并不是特别分明的，特别有棱角的那一种。给人一种很舒服、很灵动、很温暖的感觉。他的皮肤健康有光泽，可能是因为他不避讳晒太阳，再加上爱运动、爱生活，所以给人一种很朝气、很阳光的气息。外表不仅仅是吸引人的，更让人感受到他内心实际上也是很正向、很积极、很乐观的，随时都保持着灿烂的一个笑容，很少看到他抱怨啦、发脾气啦或者紧皱眉头的状态。所以他的美是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一种很豁达、很有趣、很开心的样子，这是他最迷人的地方。那么你们是在哪里相遇的呢？所以在你跟他玩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他蛮讨喜的，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开心，会给你带来阳光的力量。好，相遇的地方，第一个有可能是在人生的过渡期间相遇，比如说你正在换工作，而他可能刚从另外一个城市搬过来，那也有可能是在一次很临时的活动上面，也有可能是在交通的地方，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过渡，过渡嘛，也可以代表着从一个地方到达另外一个地方，也许在飞机上，或者是火车站，或者是捷运、地铁，也有可能是在巴士上面。总之呢，是在一个很意外的过渡期，或者是过渡的地方。第二个呢，我们出现了电梯。电梯的话，就是充满了很巧合的命运感。也许你们住在同一栋大楼，但是之前呢一直擦肩而过。某一天，你们同时进入到了电梯，按错楼层，或者是设备故障，闲聊了几句。也有可能你们在同一个办公大楼，那也许有一段时间，因为缘分的关系，经常相遇，所以鼓足勇气开始搭讪了。也有可能在搭电梯的时候，他提着一堆购物袋，你主动帮忙去按电梯，这样留下好印象。总之呢，是在一种意外的交通邂逅上面。好，第三个呢，我们出现了颜色这张牌卡。可能你们都参加了一个艺术展览，或者是涂鸦的工作坊，
大家在欣赏某一个作品或者是色彩搭配的时候产生共鸣，然后进行交谈，也可能是在一些艺术博物馆，或者是在去学习涂料啊、画画啊这些地方。总之你们相遇地方也有可能是充满着这种色彩的创意的。另外，我们也出现了洪水这张牌卡，也许洪水也可能除了代表着天气在一场大雨之中，同时躲进了一个咖啡馆里面，然后彼此因为狼狈的状态笑了起来，这种相遇，也可能是一种好多人潮涌动的一种状态，比如说参加一个很拥挤的大型音乐节或者是活动，因为人潮太多而被推到一起，不得不交谈几句。总之呢，你们也有可能是在一些戏剧性的场景之中相遇的，偶然的邂逅。第5个呢，就是 shopping， 可能是在商场啦、超市啦、市集呀这样的地方偶然相遇的。也许你们对同一个商品产生兴趣，同时伸手可能拿起一个物件，或者是一瓶特别的葡萄酒，也可能他正在挑选衣服，你就刚好给的建议击中了他的审美点。无论如何，你们第一次的见面好像有一些生活的温馨感，很有可能你们的这种相遇呢，不是通过好像朋友啦，或者是相亲啦，或者是别人介绍的，更多的是一种日常生活里面的不期而遇。所以这种意外的邂逅，转角遇到爱呢，也会让2个人有很多美妙的回忆，非常值得期待。那当下呢，宇宙有一些话想告诉你。首先，当下请让你的生活更加的有品质吧，请你去提升自我的魅力吧。你可以更多专注于自己经济上面的独立，提升自己的收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有品质，去购买好一点的衣服，或者是去一些好的餐厅。我们很多时候会花低价的钱买一堆衣服，实在没必要。你不如花多一点的钱买1-2件品质好的衣服，也相当于你不要一直都去一些小吃铺啦、夜市啦，你可以多去一些好的餐厅，这样呢，提高更多的一些自我价值，让自己更加的有品味，多去一些艺术展览啊、博物馆啊，都是非常的好的，在提高自己居家环境，给自己一些高端的旅行，或者是去学习一项可以提升专业能力的新技能。无论如何，提升自我价值，让自己去到更好的环境、更好的生活状态之后，你就会遇见你理想中的恋人哦。因为可能当下你自己磁场里面的人呢，并不是你很喜欢的。即使有人追求你，你并不看上眼，你希望更高层次的人，那么先要把自己打造成更高层次的人，去到更好的地方，扩展自己的能量。那提升自我磁场之后呢，就会吸引到更加成熟、更加稳定、更加美好的人了。看到2025年，你的状态呢会焕发出更多的一些光彩哟。其实可能也会有更多的一些收入，更多的一些收获的，自己也会变得更加的漂亮帅气。当下呢，我们就可以脚踏实地的一点一点去提升自己的能量，提升自己的魅力。另外呢，请你目光长远，用一个更高的视角去规划未来，无论是生活还是感情里面。在工作上，你可以计划未来3年到5年的发展路径。在感情上面，
花一些时间了解彼此的价值观、生活目标是否是一致，不轻易陷入到任何感情的冲动。你越是有高的要求，越不轻易陷入到感情里面，那对方追求你的人就会更加的尊重你，其实你就会有更强的一些诱惑力。如果很快就陷入到了这种爱情游戏或者是暧昧之中的话，其实也不会太被珍惜的。好，另外呢，告诉你面对感情，请理智的思考。2025年可能不只有一个人喜欢你哦，但是你真正的要知道自己想要的恋情是什么，自己想要怎样的一个恋人。然后再遇到确实很值得投入感情的人，再慢慢的投入，这样就不会错过好的缘分了。另外，我们这边宝剑10这张牌卡告诉你，人际关系要做断舍离。宇宙呢，可能指引你审视现有的一些人际关系，有些不能让你再多美好的人，那你就离开吧。有些可能会给你带来负能量，会让你觉得每次接触之后你都很疲倦、很不开心的话呢，那你也请离开吧，因为这个人在你身上去夺取能量，他会拿走你好的一些气场的。所以，我们人类人生之中80%的麻烦都来自于人际关系，所以认识的人可以多，但是朋友呢，接触的人少一些为妙。反正生活里面、工作里面、事业上，真正能帮你的人，绝对不是自己的朋友，反而是一些陌生人。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也有一些过去的一些情感压力跟创伤，那希望你不要抱怨，希望你不要一直陷在过去里面，让自己重新开始，对未来保持着更多的一些期待。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不用太过于的纠结或者是不安了。只有真正在相处之后，你才会知道彼此合不合。那也不要把过去的一些情感创伤带到未来的关系里面。无论如何，2025年在生活的新阶段里面，你会更加的理智。同时，去学会勇敢的跟不适合的关系说再见的话呢，你就可以给自己创造一个更加自由、更加轻松的状态。你的生活和感情都将迈向更加的成熟，你也会享受其中哦。2025年还是有很不错的缘分在等待着你，敬请期待吧。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感谢宇宙给你的安排，一切都是最有价值也有意义的。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受宇宙给你的讯息。首先来看一下2025年会有哪一些缘分。2025年你自己的人气还是蛮不错的，蛮高的哟。那么我们最主要的呢，是会有一段很重要的缘分出现在你的生活之中。其中一个人呢，可能年纪跟你差不多大，或者是年纪比你小一点点。他就像是五角星骑士一样，是一个很脚踏实地、可靠，但是是一个慢性子的人。这个人呢，他是非常稳重的，在感情里面是很被动的。有时候他会让人觉得稍微有一些保守，有一些谨慎，有一些过度的慢节奏了。在感情里面，他是真诚、是专注的，而且
他说到做到，只不过有时候就会少一些激情，少一些活力。对任何事情呢，他都特别的认真，而且希望自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是希望自己做任何事情都是特别的稳定，不要有太多的一些变化，希望自己把所有的事情都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在建立人际关系上面呢，他都是非常重视承诺的，有时候少了一些弹性跟灵性哦，不会有比较强的幽默感，不是很容易开玩笑，而且他很少去讲一些甜言蜜语或者是很浪漫的一些动作，他不会轻易的去表露自己内心的一些世界。你们两个人之间呢，可能有一些浪漫不足，而且你们会出现一些选择性的困难，两个人的沟通上面不会特别的顺畅，但是还是会让你心动的。这个人呢，你跟他之间有短暂的吸引，可能这段缘分更加偏向于偏桃花，可能大家接触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因为觉得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还是比较多，所以没有办法建立很稳定的关系。但是我们在2025年会遇见自己很满意的恋人，那他呢，很可能就是权杖国王。这个人是相对来说更加成熟、更加稳重、更加有热情跟判断能力的人。他也是很有责任感，对于情感呢，也是有比较高的一个标准。他年纪也许是比你稍大一些的，所以他的生活经历更加丰富一些，然后呢，在人际关系处理技巧上面会更加成熟一些，你会跟他在一起相处下来没有那么多的累，可能相对来说更加轻松，更加自在。他虽然也不会很轻易的去表露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哦，但是当他选择对你付出感情的时候，他是会全心全意的投入的，至少会让你看到他的激情所在，至少呢，他可能会给到你更多情感上面的满足。他不是一个慢半拍的人，他有时候呢可能会在你去做一件事情之前，先帮你去完成了，所以他更多的是一种行动派。妙的是，你们两个人可能要么就是有一定的业力关系，在曾经的某一世生命之中，你们就已经相遇过了，然后在这一世，大家约好再续前缘。也有可能这一个人你们之间之前就早已经认识了，也许是过去就相处过一段时间，也许是过去擦肩而过的缘分，也许是过去的同事或者是同学。总之呢，我们这边出现了怀旧的一张牌卡，旧的熟悉的人的一张牌卡，要么就是前世，要么就是今生之前呢就熟悉过，只不过因为某一些情况没有办法，大家必须停止这样的一个感情的培养，也许各自有各自的一些事情要忙。无论如何呢，在这一次2025年相遇之后，你们希望进入到很稳定持久的关系里面，希望大家会雨过天晴，给到彼此更多的一些安心，可能你们会有更深层次的灵性上面的连接，在跟他的认识熟悉之后，很快可以找到相同频率，可以更容易去理解对方，更容易去懂对方。他对你呢，还是很谨慎、认真、保守的情感关系的。希望努力看一看，建立很合作、很持久的情感关系，让你对未来呢也充满着希望。2025年，你可能需要在五角星骑士和权杖国王之间做出选择。五角星骑士呢，可能会
让你们的关系有一些停滞不前。但是权杖国王呢，很可能让你们的关系有更多长久的可能性。宇宙呢，通过这个占卜视频就来告诉你，你最好选择权杖国王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份感情里面呢，也许会更加的适合你，你也许会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也许五角星骑士对于你来说只是短暂的激情，那么在遇到恋人的时候，好好的挑选一下。今天我们的占卜呢，最主要的是关于权杖国王的，让你做好准备。你跟权杖国王之间的这种感情应该是非常丰富，而且是一种很有成长性的情感培养。你们可以培养出很团结、很合作、充满着承诺的关系。两个人可以共同的成长，陪伴着彼此。首先，你们有遗憾的过去，曾经因为某种误会或者是生活中的原因分开了，是有一点点这种失望、心痛感的。但是呢，再一次的重逢相遇之后，还是很有心动的能量，唤起了自己对于这份感情最纯真的感觉，唤起了自己可能青春年少的时候那种很希望爱、酸酸甜甜的那种心动的能量。所以这份心动呢，来得非常的突然，但是非常的真实跟简单，让你们这一次的重逢呢，有了新的情感基础，而且两个人在这份感情里都会共同的去努力，不会轻易的去放弃，更加的珍惜，更加的投入了。在时间、在精力上面，大家都会更加成熟的去投入，情感技巧上面也会有更多的一些改变，所以不会是遇到麻烦就轻易放手的，而是通过共同的努力，让关系呢更加的深层次，打好更多的基础。我们人生之中没有任何的两个人在一起或者是人际关系在一起都是非常顺畅的，一定会出现压力。但这种压力呢，也许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压力，也许是来自工作啦、生活啦，或者是地理上面的一些距离但无论如何，宇宙告诉你，这些挑战都是可以克服的。而你们之间的所有的挑战，其实是给你们彼此的考验，让你们的心更容易紧密的连在一起，让你们有更多克服困难的这种成就感。真正的是突破了这些障碍之后，你们才会知道如何去一起面对困难，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真正的是有了这些现实的障碍，你们才形成了非常强的、紧密的、互相支持的关系。所以，也许你跟五角星骑士之间没有太多的一些距离啦，可以顺理成章的进入到爱情里面，但是他的性格也许并不是很适合你的。但是这个权杖国王，正是因为你们有一点点的这种曲折关系，反而正是因为这些障碍，让你们关系更加紧密，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珍惜对方所以有一种遗憾中重生的情感旅程所在，非常值得期待。那么这个权杖国王他是怎样的星座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性格特质。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天秤座、巨蟹座、摩羯座、双子座、天蝎座，或者是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双子座、摩羯座、巨蟹座、天蝎座、天秤座。他是一个
很注重平衡感的人，希望在人际关系里面呢，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平等，懂得倾听，懂得妥协，希望彼此都是互相尊重的，在人际关系里面可以都感觉得到舒适，所以他公平公正，有比较强的包容之心，也擅长去维持和谐的关系。但有时候呢，可能过于在意别人的一些感受，而受到影响，失去自己的立场，所以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因为过度的在乎平衡，可能会出现一些纠结，这一点也蛮可爱。另外，他有巨蟹座的感恩之心，也有一点点忧郁的气质，所以他的内心情感是非常丰富的，有一定的浪漫主义、罗曼蒂克，对人对事呢都很思考的非常的细腻周密，对他人都是很温柔体贴的，愿意为爱去付出，为爱去奉献。但有时候比较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会有一些情绪化啦，不够过于的理智。也许有时候呢，也会有一些情感的依赖哦。只要在爱情里面之后呢，就希望随时随地跟对方在一起，即使不在一起，会经常发信息啦、打电话啦，是有一点小小的粘人的。还有就是他有一部分的敏感，在感情里面，他需要一定的安全感。一旦有一些不安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患得患失的情绪。不过大多数时候呢，都还是怀着感恩之心，还是很感恩宇宙的安排，还是非常的开心的。会随着地球、月亮的变化而出现一些情绪的波动，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当他不开心的时候，你就静静的在他的身边，牵着他的手，拥抱他，或者是听他去倾诉，很快他就会调整过来的。这个人心地非常的善良，很有可爱，或者是有时候在爱人面前有自己比较幼稚的那一面，但是他不会有大的一些脾气冲动，也不想去伤害任何人，或者是也不想去给别人不好的情绪价值，还是希望可以给到周围的人很好的情绪价值的。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有一些很坚持、努力不懈的性格品质，这是摩羯座一种为了自己的目标可以专注、持之以恒的好的性格品质。很有责任感，脚踏实地，可以为长期的关系付出努力。另外，他有双子座好奇心的能量，对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人事物都是充满兴趣的，喜欢跟别人沟通，分享自己的想法，而且也喜欢去制造一些轻松快乐的氛围，所以跟他开开玩笑啊，互相怼一怼啊都没有关系。他特别害怕感情无聊，大家是一成不变的这种生活，每天两点一线哦，就是公司加公司，这样会让他失去兴趣的。在感情里面也是，如果彼此都在同一种相处模式里面，没有任何的新鲜事物的话，没有新鲜的约会的话呢，他就会失去兴趣。他的优点是风趣、灵活、善于表达和沟通。他的缺点呢，可能就是缺乏一些耐心，对一成不变的生活感情感到厌倦。好，接下来他也有天蝎座的蜕变这样的一个性格。他不仅对感情很忠诚，也希望对方呢可以非常忠诚、非常专一、非常投入在感情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过度掌控的状态，希望彼此有更多灵魂连接的情爱关系。这个人他可以从逆境之中重生，他可以断舍离，一旦
觉得关系不适合，就可以马上的走开。如果觉得彼此呢会是很合拍的，他做下承诺之后，就会非常的深情，非常的专注。这个人的性格还是很多层次且丰富的，而且他有自己很温暖贴心的那一面，也有着很冷静，可能非常实际考虑的那一面，比较现实的那一面。跟他在一起呢，当然在感情上面你会有很强烈的感受，他也会给到你足够多的罗曼蒂克，你们之间呢是可以有更多的激情，是可以做深层次的连接的。当然也有一定的这种思想啊、性格上面需要做磨合的，但没有关系哦。他会尽可能表现出自己成熟理智的那一面，他也会愿意去接受感情里面的挑战，让自己不断的成长的，所以给他更多的一些时间，给他更多的一些耐心吧。那他的外貌相遇的地方又是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你的讯息。这个人他的身材应该是一种健美的身材，可能是比较喜欢运动，或者是他很注重身体保养的，给人一种健康、自信、很有活力的体态。他的手长脚长，比例呢是比较协调的，肌肉线条不算是非常的强壮，但是呢还是比较结实的，散发着一种自然的能量感。他可能喜欢一定的户外活动，或者是特定的一些运动，比如说跑步啦、游泳啦、瑜伽啦，这样呢就使他的身材保持得非常的好。对自己的形象，他有一定的要求，喜欢展现自己最优质、最美好的那一面，希望自己把最美的这种体态啦、姿态啦、身材呢展现出来。他还是比较注重自己的外貌的。个子应该是比较高的，至少是标准身高偏上的人。男生呢可能会在至少1.78米以上，女生呢应该可能在1.67米、1.68米以上。身形是比较笔直的，让人看到他的身体条件其实很健康，很不错。那么他的样子呢，应该是爸爸妈妈最喜欢的那一种，很讨喜的，容易让别人产生好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很亲切啦，看着很干净、很端正、很耐看的这种感觉，很符合传统审美的标准。也许他的脸是稍微有一些圆润的，那可能屁股也是比较翘的，比较大的。总之呢，给人一种很稳重踏实的特质，而且脸部表情也是很笑容、温暖、表情自然的。总之呢，就是爸爸妈妈看上去都很顺眼的人，就是那种大众情人的类型，整体呢显现出一种很舒适、很健康、很自然的形象。好，那么你们相遇的地方又在哪里呢？所以看到权杖国王呢是一个标志的人。首先出现花朵这张牌卡，可能你们相遇是在和鲜花相关的地方，在一种浪漫、自然、充满生命力的氛围，也许是花园啦，或者是公园啦，或者是花店、花市，也可能是在鲜花盛开的时候去参观某一个花展，去参加一些充满鲜花的活动庆典的时候，也可能是去参加婚礼的时候。那这种花呢，也代表着新生和希望，所以在相遇的时候有一种
很清新，或者是一见如故的感觉。第二个呢，我们出现了童年的家这张牌卡，也许你们相遇的是在自己熟悉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跟自己童年有联系的地方，或者是自己的家乡，或者是在家乡的老朋友聚会上面啊，或者是去你经常去的地方，比如说家乡的某一个公园啦、餐厅啦，或者是当你去同学聚会的时候啊，无论如何呢，应该是在一个让你充满着安全感或者是熟悉感的地方。这次相遇也许会唤醒你的很多回忆，让两个人快速的去建立了连接。接下来我们出现礼物这张牌卡，有可能是在一些交换或者是赠送礼物相关的情景之中，比如说在生日派对，或者是圣诞派对，或者是在某一个节日期间去参加了相同的交换礼物的活动，也有可能是在礼品店啦，或者是手做的一些集市啦。那在你们相遇的环境里面是有礼物交换的，或者礼物赠送的。好，接下来指引这张牌卡，也可能需要指引或者是有人带领的情景，比如说去参加旅行团，那么是有导游嘛，导游是做指引带领的嘛。也有可能是在去学习一个技能，有老师做指导带领嘛。也有可能是在发展一个兴趣爱好，或者是在去帮助别人，或者是在教学的一些场合里面相遇的。那我们这边还出现了家庭这张牌卡，那可能是跟家人相关的一些情景里面，也许是家庭聚会的时候啊，或者是参加家庭活动的时候啊，或者是家人介绍的呀，或者是家人希望你跟他再一次的联络啊。总之呢，也有可能哦，也有可能是这个家人也可能转换成了朋友，也许是旧的朋友，聚会的时候，然后你们又再一次的重逢，你们有相同的朋友，或者是他是朋友介绍给你的熟悉的朋友、旧的朋友介绍给你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呢。那接下来宇宙呢会给到你几个讯息，首先，请你近期呢多多的去联系一下旧的朋友，在感情上面不要孤立自己，当然你也可以去多多的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主动扩大一下自己的社交圈。如果在你本来当下的这种生活环境里面，你没有脱单的话呢，那么可能你当下的这种生活环境已经没有办法，这个磁场已经没有办法给到你新的恋人了。那所以你要么就是扩展自己的人脉，通过多联系朋友就可以打开更多的可能性。跟自己熟悉的旧朋友，或者是好久没联系的旧朋友多发一些信息啊，问候一下，偶尔约一约见面啊，其实就会让这种旧的感情呢有更多的一些发展可能性。说不定这个旧的朋友他某一次你们一起相约玩乐的时候，他就带了身边的这朋友呢，然后说不定就展开了这种情感了呢。另外，你也可以多去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或者是聚会哦，去主动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可以让自己有更多丰富多彩的生活状态，平衡你的社交关系，让身边的人脉扩展，给你带来更多的缘分吧。另外，权杖6这张牌卡，2025年你还是很有人气的，可以好好的明智的去做一些感情选择。你会吸引到不少的追求者，你也会受到很多人的注意，所以2025年的自己人气桃花还是比较旺的。保持理智，谨慎的选择，
然后相信自己的价值，不用去迎合任何人。你的自信、你的光芒、你的魅力，本来就可以帮你筛选了。只有那些真心对你的人，才会留下来跟你相处，或者是追求于你。那些只是想玩爱情游戏的人，看你的桃花这么旺，或者是这么有人气，或者看你这个人的品质那么好，自然而然就会走开的。所以学会筛选真正适合你自己的人也是很重要。那么2025年呢，也会有很多意料之外的变化，还是会有蛮多的一些转折的。没有关系，相信宇宙为你安排的所有，一定是会让你感受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爱的。面对任何的转变呢，都要知道这是你蜕变的过程，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保持积极性，保持正念，保持乐观是非常好的。千万不要消极哦，因为消极的能量呢，可能会破坏你的磁场，破坏你的缘分。好，最后一张牌卡权杖五。权杖五代表的竞争跟挑战，可能会出现一些追求者互相竞争，所以面对好的桃花呢，要主动去争取，千万不要被动的等待了。即使你是女生，也可以勇敢表达自己的感情的，去抓住自己爱的缘分吧。挑选值得长期陪伴的人。总的来讲，2025年你的感情生活还是充满挑战，但也充满了很多的惊喜。只要你自己保持着勇敢、智慧跟积极，你就可以找到属于你的幸福和满足。爱自己，相信自己，也相信宇宙会给你带来最好的安排吧。好好的享受你的2025年。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充满期待吧。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2025年，谁来宠爱你呢？首先，第一张牌卡圣杯七，可以看到你还是有蛮多的选择的。自己的人气呢，应该是比较旺的哟，还是有一些人想要跟你建立情感的联系，不仅仅是一两个个体哦。但是你会遇到自己的正缘，很好的桃花，对方呢是很有可能跟你建立开花结果的恋情的。首先，2025年是你桃花运势非常旺盛的这一年，你会有比较多的感情选择，可能有不同类型的追求者出现在你的生活之中。但是宇宙指引你哦，还是聚焦于你的正缘，那个真正适合与你共度余生的人。正缘呢，它很可能就像是五角星女王一样，是一个很接地气、生活化、成熟、温暖的伴侣恋人。他拥有比较稳定的生活基础，懂得理财，或者是懂得节俭，懂得享受生活，不会胡乱的消费。在金钱价值上面呢，还是很理性的规划的，而且可能他的经济基础啊，或者是他的事业都比较稳定，因为他很重视生活的这种实际层面，他重视享受生活的质量，所以他很懂得把每一分钱呢都花在对的地方，让自己生活有清晰的一个规划，给自己带来足够稳定的支持。他已经准备好成为妈妈或者是爸爸这样的一个角色了。这个人的性格呢，算是比较温暖而且有耐心的，是还懂得包容别人，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他都可以用平静的态度去处理。虽然他可能不是一个很慢的性格，但是他绝对不是急性子。做事情呢是比较谨慎认真、慢条有理的，而且这个人他的内在力量是比较强大的，也是非常独立，经济上很独立，情感上面也是比较独立的，不会过度的去依赖任何人。
他想找到一个可以共同享受生活、创造美好未来的人，而不是需要去拯救他、给他爱或者是给他金钱的人。他要的是平等互助、互相的尊重。那两个人在一起呢，一定是1+1大于2，有2个头脑，可以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做更棒的一个选择。这个人可能他喜欢做饭，或者是他擅长做饭，而且他喜欢把自己的家里打整得井井有条，喜欢用一些软装把家里面打造得漂亮的，或者是喜欢摆放一些花瓶呀，每一周都去买鲜花呀，或者是放一些很不错的画挂在家里面。他对于艺术是有很棒的欣赏能力的，而且他希望自己生活的地方是足够美好的。这个人他其实在感情里面是比较专一的，因为他寻求稳定，不喜欢玩爱情游戏，不喜欢在感情里面进进出出。一旦遇到了一个很合拍的人，那就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吧，是一个比较值得托付终身的人哦。你们的情感发展最初呢，出现了权杖7这张牌卡，可能开始并不是非常的容易。也许是有一些挑战，也许是有一些压力，也许会有其他的竞争者。你需要在这段关系里面展现出自己的决心哦，展现出你的真诚、你的诚实，还有你的真心，并且对这份感情保持耐心跟信心的话呢，就可以克服挑战，突出重围，然后从所有的竞争者里面呢，让他看到你的真心，看到你的优秀。因为我们这边还出现了隐士这张牌卡，在这片感情里面还是需要一定的爱情技巧的，是需要慢慢的发展，是需要深思熟虑，不能太快的想要进入到下一步哦，也不能出现很莽然啊、莽撞啊、词不达意啊，或者是让对方看到一个不好的形象哦，是可以建立稳固的关系，那也是需要用真诚去打动对方的。那当然也代表着他也会在这段情感里面去成长，然后做一定的反省，让自己更懂得，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的有深度。你们可能必须处理一些现实的问题。虽然这份关系开始的并不是很容易，但是越走越顺畅。两个人呢，正因为这些困难哦，所以让彼此更加的有责任，更加的看到对方的真心，更加的可以齐心协力，为了未来去做出很重要的承诺。你们也会成为彼此的支持者，不仅在情感上面互相的满足，还可以在生活中一起去成为彼此物质的、金钱的、精神上面的支持。在困难的时候会互相的给予帮助哦。所以这份情感里面呢，会大家都深入的投入，并且为了未来去做奉献。圣杯侍从象征着爱的萌芽，感情初期呢，可能就是一见钟情，或者是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其中一个人呢，可能会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被对方所吸引，有心动的能量；而另外一个人抱着是友善或者是欣赏的态度，并没有说深入考虑感情的可能性。但是你们之间的这种互动呢，是非常轻松的，带着开放的心态、好奇的心态，然后一些浪漫的小举动，一些很可爱的话语，让你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诚实、非常有诚意的。而且你们之间的联系呢，也是一直保持在一个平衡的联系之中，没有出现容易断联，或者是
不开心联络的阶段，大家呢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聊，而且非常聊得来，可以是相同价值观，甚至可能有相同的梦想、人生期待，在想法上面是可以相同的，所以很容易懂对方，也愿意去倾听对方的一些期望啊、一些要求啊。在这些情况要求啊，沟通对于你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们可以用很灵活的态度去做沟通，没有任何的怀疑，没有任何的不安，也没有任何的焦虑。也可能你们之间会有一定的地理距离，或者是生活节奏上面的不一样，会因为生活地点的差异需要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可能有一方需要经常旅行，或者是经常去到你的城市，或者是大家的工作很繁忙，没有办法经常见面。但是呢，这种距离的关系反而让你们之间有更多的这种思念，更多的想念，更多的欣赏，而也会有更多的珍惜，也会开始比其他的恋人更快进入到规划未来，想要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这种讨论。所以在这份情感里面，在精神上啊，在情感上面，在生活上面，都会很快的去做出爱的承诺，很快的去生活在一起。甚至有的宝宝可能是跨国恋，因为一见倾心，在一段时间的讯息交流之后，会发现对方就是自己的理想恋人，然后呢，做出了深刻的承诺，想结为连理，想建立婚姻，所以邀请对方到自己的国家来，或者是到自己生活的地方来，这样快速的建立了情感的承诺，是生命中非常美好的一个部分哦。大家会理智的，但是呢，又充满梦幻的、浪漫的，去用积极的行动来展现对爱的专一，对对方的真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性格如何呢？他的星座有可能是金牛座、处女座、双鱼座、双子座、巨蟹座、白羊座，也有可能他的上升星座或者是太阳、月亮在双子座、巨蟹座、白羊座、双鱼座、处女座、金牛座。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性格丰富而且内外兼备的人。这个人的性格呢，既踏实又细腻，还有想象力，然后有灵活多变，然后非常的顾家，家庭观念很强，并且很直接直率。首先，他有金牛座的丰盛，跟我们五角星女王一定的契合，是一个很脚踏实地，擅长用金钱创造安全感的人，是很懂得赚钱，也很懂得理财的，并且对生活质量有一定的追求。喜欢美食、美酒、舒适的环境，穿着舒适的高质量的衣服，然后用好的一些家居，然后在爱情之中呢，也懂得去挑选一些很精美的礼物，也懂得安排一些浪漫活动，让人感觉他的用心和体贴。而且对于美好的事情都有敏锐的感受力，喜欢艺术，喜欢音乐，审美是不错的。在你们第一次聊音乐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他推荐的音乐很不错，而且在你们聊美食的时候呢，他喜欢的美食和你喜欢的美食也是很相同的，你们有很多相同的兴趣爱好，他也会给到你很多丰盛的感受，会带你去好的餐厅呀，会
带你去比较舒适高档的地方啊，你不会觉得他很 low， 你反而觉得这个人蛮有品味的。他也有双鱼座的想象力，这个人很有同情心，对别人的情感变化非常的敏捷。有时候呢，跟他聊一些故事，或者是聊一些梦想的时候，感觉是充满幻想、梦幻，是很有吸引力的。他经常会给到你一些惊喜，这种惊喜呢，也许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惊喜，浪漫的惊喜，也许也来自于思想上面的惊喜。他会给到你很多独特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意，而且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很享受其中的。他也有很多很棒的 idea，而且在感情里面，他很专心专意哦，他心思是非常细腻的，他很注意你的朋友圈，他很注意你的一些发文，很注意你的情绪，很注意你的感受，他会是在你情绪好的时候，可以给你开开玩笑啊，幽默一下，调侃一下。但是在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惹你生气，反而会开开心心的哄你高兴，去带你吃好吃的，去给你买东西，这些呢让你尽快的开心起来。所以他是一个很懂得让你开心、哄你高兴的人。而且有时候呢，他可能也会很有责任之心，愿意为了你们之间的爱情而付出努力，让你看到他的可靠，让你看到他的稳定。但是因为他的心思比较细腻哦，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挑剔，或者是拘泥一些小事情。不过这个都没有关系，他的这种爱的深度跟丰富，完全可以化解这些小问题。除此之外呢，他有双子座的聪明，很机智，很幽默，擅长用轻松的方式化解尴尬，对于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思维呢是很敏捷活跃的，而且很喜欢去学习或者是尝试一些新的事情，蛮有魅力和吸引力的。他喜欢跟你讨论各种话题，从明星八卦、日常琐事到人生的哲学，你都会觉得这个人的头脑很灵活，而且很有意思，不会是这种很沉闷的聊天。好，接下来巨蟹座顾家这张牌卡就可以看到，他很温柔，他很体贴，他重视这种感情的归属感，他不喜欢玩爱情游戏，他遇到自己真爱的人呢，就想跟对方建立家庭。他下了班呢，很早就会回到家里面，不喜欢有太多的应酬。家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很安全的港湾。他也孝顺爸爸妈妈，他也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呢，就可以拥有自己的爱人，拥有自己的小孩。而且他努力去挣钱呢，其实有大部分都是希望自己的家人可以安全，可以享受好的品质的。他也特别注重未来的感情规划，让你感觉被保护、被照顾，你的未来呢都是可以交给他，值得信赖的。好，白羊座的直接就可以看到他精力很充沛啦，行动力很强，喜欢去快速的解决问题，没有拖延症。说话呢，做事情都是比较直接的，没有太多的欺骗啊，或者是花花肠子，愿意大胆的方式表达对你的喜欢，而且也会主动的邀请你参加活动，主动的让你感受到他的热情，喜欢你呢，就会大大方方的去做表白。所以这几个星座特质。都看到他其实还是蛮不错的一个性格的，蛮有趣、蛮健康、蛮丰富的。那么他的外貌特征又如何呢？我们先来展示牌卡。
首先，他应该不是一个很胖或者是很壮、很魁梧的身材，他可能有点偏食，不喜欢吃甜食，所以他的身材是苗条或者是偏瘦型的。他的骨架呢并不会很大，身上没有太多的脂肪或者是肌肉，可能喜欢一些很简单的运动。慢节奏的运动，瑜伽啊、慢跑啊，这些可能维持身体的健康。那并不是很喜欢去撸健身房这种器材。虽然他的身材并不是好像很吸引眼球的类型哦，但是呢，给人一种不是很夸张的外表，还是有比较精炼的感觉的。然后他的个子并不矮，所以呢，是一个年轻活力的形象，身高比平均身高稍微高一些，男生大概是在1.75米到1.83米之间，女生呢可能是在1.6米到1.7米，或者是1.65米到1.72米之间，就标准身高稍微高一点点。这个人呢，他的样子，我们出现了隐者这张牌卡，并不是一个随时都展露着灿烂笑容的人，可能还是看着是比较内向的，眼神呢是很沉静，可能给人一种很安静、很有观察力的感觉，是比较清秀低调的五官。虽然他的五官并不是说特别的鲜明、特别漂亮或者是特别帅气，但属于耐看型，越看越好看。笑容中呢是透露着一种温暖感，是有一点内敛的笑容的。有可能他不会轻易的去表现出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给人是一种很稳定、很可靠，有比较清秀的气质这样的一个形象状态。你们相遇的地方，首先我们出现了学校这张牌卡，那就代表着学校环境或者是和学习相关的场合，比如说你们是同学啦，或者是去参加一些兴趣班培训课程啦，或者是去参加一些进修班课程，或者是工作坊、研讨会，去参加学校活动、运动会，或者是校园庆典，这些地方所认识的。应该是有思想交流、精神成长的地方，学校。好，第二个呢，我们出现了邮件，邮件呢很可能就是通过线上的交流或者是通讯工具，也许是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也许是一些社交网络。也许是一些网络上面的博客，总之呢，也有可能是通过互联网所认识的，或者是一些社交平台所认识的。钥匙这张牌卡代表了进入或者是开启某个有关的情景。对有的宝宝来说，可能是在租房或者是搬家到新环境的时候，也许他是邻居，或者他是房东，或者是租房时候的一些人员，买房时候的一些人员。钥匙呢，也可能代表着一些空间，也可能代表着一种新生活或者是新关系的开启，也可能在一些室内的空间，工作室啦、健身房啦、图书馆啊这些地方所认识的。好，我们这边还出现天使这张牌卡，天使当然就代表着善良、温暖和给予帮助的情景，说不定是在慈善活动啊，或者是在公益场合，或者是自己去做志愿工作者的时候认识的。你们之间呢是有共同的这种善心产生的共鸣，也有可能是在一些精神支持的场所，比如说冥想的课程啊，或者是一些治愈治疗的一些地方，也可能是在一些很正能量、很有灵性，或者是很有疗愈的地方相认识的。
接下来呢，我们还出现了一些吃饭、餐厅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有的宝宝呢，可能是跟对方在咖啡馆或者是在餐厅的时候认识的，或者是在一些有餐饮的一些聚会活动、社交之中，也有可能是朋友的家庭聚餐，或者是公司晚宴，或者是在一些联谊有食物的联谊活动里之间的地方认识的。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这几个地方：学校、邮件、key、天使，还有美食这些地方所认识的。那宇宙呢，当下告诉你哦，你需要去注意几个地方。五角星5，不要以金钱或者是物质去衡量爱情了。你的正缘他是一个可能家庭条件比较好，或者是他本身就比较有钱的人，但是呢，他不希望自己的恋人是一个花钱如流水，或者是特别物质的人。所以不要因为找到了一个有钱人就到处买，就特别得意忘形。那这样的话呢，就会缺失尊重，好吗？这是一点。那另外呢，可能也代表着，在你选择爱情的时候，不要以对方物质的多少而去衡量这段感情，特别是很多我们中国的爸爸妈妈会教育自己的小孩子，一定要找一个有房的、有车的、事业好的、条件好的，其实都在以金钱去衡量爱情。那这样的话呢，最终当这种互相的兴趣减少之后，不是以纯爱为目的的在一起，所以以一种物质交换的条件在一起的话，那这种感情是没有办法长久的。一定要考虑，不要过多的关注外在条件，一定要考虑对方跟自己的性格合不合，两个人的三观合不合，两个人能不能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或者是对方他的性格品质啊，他是否是真诚的，是否是善良的，是否有责任感的，那这些呢都要考虑清楚，以这种两个人能不能共度余生的想法去思考恋人哦。真正的打破物质为核心的这种爱情框架，考虑自己真正的幸福。你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那你最好也选择一个喜欢旅行的人。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喜欢奢侈品、很喜欢购物的人，那千万不要去找一个很喜欢时尚、很喜欢奢侈品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哦。这一点呢，宇宙希望你去考虑考虑。那另外，圣杯骑士以及我们的圣杯侍从都告诉你，在爱情里面呢，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一定要主动的去追求，然后用开放的心态去体验爱情。遇到了就主动出击，展现你自己的魅力，对心爱的人多一些关注，多一些真诚。那么在爱情里之后呢，也多一些不忘初心，追求感情中的纯粹和真诚，给到无条件的，不要太多计较的爱。那么这种给出去的爱，它必定反弹到你身上。如果在感情里面，你太过于计较谁付出的多，谁付出的少，这次谁买单，下次谁买单，如果有开始挑剔计较的话，那么其实这种负面消极的能量，最后也是会反弹到爱情里面的。谁挣得多，谁就多付一些咯，谁挣得少就少付一些咯。这些大可不必计较，就仅仅是身外之物的钱而已。最主要的是，真心喜欢的人就给予爱，就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的轻松愉悦。当下呢，每一天都是开心的，不计较的，那么未来肯定也每一天都是开心的，不计较的。五角星3这张牌卡告诉你，因为喜欢，所以愿意一起成长，在感情之中学会包容、妥协、尊重对方的想法，愿意为此努力，大家携手合作的话呢，自然而然就会进入到共赢的方向。只要
一起去规划未来，两个头脑呢一定比一个头脑更大。两个人共同去努力的话，那总是不会缺少物质，不会缺少金钱的。最主要是共同的成长，建立稳定富足的感情很重要。所以宇宙告诉你，用心选择你的伴侣，不要用于一些过于功利的想法。而是专注爱的纯粹与真实，并且在关系之中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么这份关系呢，就一定会走向幸福、稳定和丰盛的。宇宙呢，还是很爱你哦。2025年给你安排了正缘，在这份正缘爱里面呢，足够的给予爱，给予关怀吧。相信你们会很和谐、很合作、很团结的。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